嘿，大家好！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现在可以说是有场大战正在上演，一方是超级热情的支持者，另一边呢是超级严厉的批评者。而这场风暴的正中心就是以太坊。没错，你真的没听错。就在以太坊价格不太好看的时候，一位创投家 Andrew Kang 他的一篇贴文直接让整个社群炸了锅。他用了非常非常尖锐的字眼，直接说那些看涨以太坊的论点根本就是金融文盲的言论。哇，这话说得非常重。好，所以这就带出了我们这次要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了。这到底是市场很正常的波动而已，还是说以太坊真的有什么更深层的问题被暴露出来了？让我们先从质疑的声音开始看起。OK，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空方，也就是不看好以太坊的这一派，他们的观点是什么。Andrew Kang 他很有系统地提出了5个核心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觉得以太坊被高估了。而且他真的完全没在客气的，直接点名另一位也很有名的分析师 Tom Lee， 说他的理论有够低能。哇，这种这么直接的攻击性言论，可以想见马上就在社群点燃了战火。好，我们来看他这5个论点。你看他真的是把所有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看涨故事一个一个抓出来打，从稳定币的成长那个很红的数位石油比喻，再到机构到底买了没，跟其他东西比市值合不合理，甚至连技术线图他都一个一个提出质疑。基本上就是说，这些理由通通都撑不起以太坊现在这么高的估值。那当然了，社群不可能就这样让他骂嘛。面对这么猛烈的炮火，支持者当然也站出来了，提出了很强力的反驳。我们就来看看针对他那几个核心的经济论点，多方是怎么回应的。好，第一个手续费的问题，多方就说康，你根本搞错重点的啦。他们说，以太坊主网的手续费降低根本不是什么衰退，而是升级之后的刻意设计。目标就是要让大家多去用 Layer 2， 让交易变得更便宜、更普及。而且就算主网手续费变低了，把所有 Layer 2加起来看，以太坊生态系赚到的手续费仍然是所有公链里面最多的。再来，这个数位石油的比喻，空方就笑说你看石油的价格几十年来都没什么涨，这个比喻烂透了。但是多方反驳说，重点根本不是价格好吗？这个比喻的关键是它的功用，就像石油是我们工业经济不可或缺的燃料一样，以太坊就是未来数位经济的燃料。它强调的是一种必要性，还有货币化的潜力。那机构到底有没有进场？空方说没证据，多方就直接把证据甩出来了。他们说，你看，美国都核准以太坊的现货 ETF 了，就吸引了超多买盘，而且像 Coinbase 这种大平台也推出了专门给机构用的质押服务，这些都说明了机构不只是在买他们还很积极的在参与整个以太坊的生态。OK， 吵来吵去你来往，不过网络上的口水战真的就代表事情的全貌吗？我想我们可能需要退一步，把格局拉得更大一点来看。因为说真的啦，要帮一条公链估值这件事情本身就超级复杂。网络上的辩论常常会把问题简化成非黑即白，但现实是，就算我们去看数据，也常常找不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市销率，简单说就是用它的总市值去除以它赚到的钱，也就是手续费收入。理论上，这个数字越低，代表它越便宜。你看，以太坊是2500，它的对手 Solana 是1700，所以以太坊看起来确实是比较贵。但你再往下看 ，Tron 的数字居然只有 10.4， 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吧？这就说明你很难用单一一个指标去衡量这些完全不同生态的公链，就有点像拿苹果去跟火车比一样。好，所以就在社群还在为了哪个估值模型比较准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华尔街那些最传统、最保守、资金最雄厚的巨头们，他们正在用实际行动来投票。9兆美金，你没听错。这个数字不是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它只是一家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而且这家公司长期来是出了名的对加密货币抱持怀疑态度的。
这家公司就是 Vanguard 先锋集团，全世界第2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他们过去是公开反对，甚至不让客户买比特币 ETF 的。结果现在有消息传出来，他们可能要改变立场了。你想想看哦，连 Vanguard 这种最保守的巨头态度都在转变，这对整个市场来说根本就是一颗超级震撼弹。好了，讲到这里，我们把前面所有的资讯，从网络上的论战到估值模型的复杂性，再到华尔街的实际动作，全部串起来看，整个画面就清晰很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我们从一场很激烈的网络论战开始，看到了正反两方是怎么用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一样的数据。我们也发现，想用传统的估值方法去评估公链真的非常困难。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看到当网络上还在吵个没完的时候，那些最谨慎、最保守的资金已经开始转变态度了。这整个故事远比一开始想象的还要复杂。所以最后这个问题就要留给大家来思考了。当网络上一堆专家 KOL 吵得天翻地覆，但同时华尔街那些真正掌握着巨额资金的机构却在台面下默默地布局。身为一个观察者，我们到底要怎么在这么多的杂音里面去分辨出哪些是无关紧要噪音，而哪些又是真正重要的讯号呢？